如果我要堕了，我妈死的时候，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可能就堕落了。20出头的他，大学快要毕业时，却查出了尿毒症，父母相继离世啊，独留他一人，说出了一番惊醒世人的言语。这天，我正悠闲地开着车行驶在山路上，贵州的夏日，绿云葱葱，蓝天白云。本打算进山去收点土特产，却在半路遇到这位20出头的小哥。他挥手拦下我的车，因为这段奇缘得知了他的故事和经历。看完这个视频后相信你一定会被他的遭遇所震撼。你们看一下这个生态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在这一带有很多那种菌子，非常非常的，这有个小兄弟打招呼吗？你们可以拉我一截吧。你要走哪里？我回家去，我也看我姑姑呢，在路上走的有点晒，脑壳有点晕。不远噻，不远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那你上车，那边哈，那边啊。你是中暑了吗，兄弟？我也不晓得，脑壳有点不舒服，我得坐了一起来。哦，你把安全带系上，我们走啊。呀，我听说你们那边有那个山上收那种山货啊。领头是有的。我说专门来到你们这边搞，你们家有没得？我们家没，我也给。你家就你一个人？你爸爸妈妈？我们都不在了。去世了啊？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我从你生下来也见过。本来是想到山里淘点上好的山货，没想到遇到这位小哥。听闻了他的故事后索性先将他送回家。而接下来的故事让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你贵姓呢？你叫我小白就行了。小白哥，你们是从哪来吗？道真。哦，道真。其实离你们这里也不远。走我们家头去喝口水嘛。那个是你家？那边是我家。可以嘛？正好可以找他们村子里面的人问一下看看有没有我想要的山货那是你家种的啊？是我伯伯家种的。你伯伯家种的啊？哇，看一下这个玉米可以吃喽。这里还有四季豆，你看农村的生活，好漂亮，他们家。哇塞，还有那么多鸡哥。你家养的鸡啊？那是？我年纪我生病了我们家那天只会找我。这是你家的狗狗？那个白的是就是头过的意思的，我家那些的。这个小狗呢？小狗是同样的，它叫平安。哇哦，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睡觉。这里有个小猫猫。谢谢，感谢感谢了，给我拉我这一截。没事的，举手之劳。你那个小狗好可爱，你捡的哦？我赶长凳路上捡的。赶长天捡的？你现在家里面就你一个人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刚刚说你生病了，哪病嘛？我是今年3月份检查的那个尿毒症。尿毒症？我看你年纪不大，你好多岁哦？我23岁。23岁？还得读大学本来，3月份还得学上课本来。大几啊？大3了，马上大4了。坐一下，休息一下你独生子啊？我是独生子女。你那个病，你一个人呢？你自然你花钱啷个办呢？有政府家的低保嘛。他们有时候也给我点补助，然后就那个维持生活感。你做透析了吗？你那个药？这个尿毒每周要去医院2次透析。透析2次的话，那个好多钱了？一个月要花100多块钱。透析？那你那个一个人难搞哦，经济收入上学生活啷办呢？上大学了都是自己贷款读的干。自己贷款读的？助学生源贷款对头，就这个。那个小猫？这个猫是我妈留下来的。你妈妈养的？我妈妈养的。问你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兄弟，你老汉儿哪儿走的嘛？2年前，然后就是在使馆里他长了个瘤子，然后现在在使馆癌治了1年多吧，然后他就走了。那你妈？他是突然就脑溢血，然后倒在。当时我没洗点水了嘛，我们农村因为没得那个，就没那方面都是烧柴火嘛。我发现他的时候，
还是抱着一盆菜，然后就倒在地上。我把抱起的时候就没得呼吸了。当我得知小兄弟啊身患尿毒症的时候，我很是诧异。他说爷爷奶奶很早就离开了，再后来是妈妈、爸爸相继离世，留他一个人生活在这世间。他轻描淡写地说出过往的经历，似乎因为刚认识我的缘故啊，便三言两语道尽过去的伤痛。可这背后啊，却是一段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和痛苦。你还穿的三不三七？农村他妈跟部有点高走，这个要把那稳点。其他还有没得？其他还是赶场的时候啦，或者走两回的时候那种。啊，你大学学的哪专业哦？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计算机专业。哦，大四马上毕业了哈。对的。哇，太漂亮了，这就像一幅画一样。那是你家的梨树啊？就是吃得了不那个这个要8、9月份的。8、9月份哈。我估计很多兄弟姐妹们不知道这个种的是什么，90%几的人不知道。小狗，平安。你给它取的平安啊？啊。哼，哪个啊？那个小白，哎，这是我的名字了啊！你给它取的啥子名字？这个叫旺财。哦，旺财啊。哼。别叫了。你家里面还收拾干净的。这些弄得比较脏了。农村你搞得已经算是干净了。你啷个规划呢？比如说你后面呢？现在呢就安心透析吧，然后后面就是看有没有机会。科技发达了嘛，我也相信既然能治愈好，后面的话就找个工作啊，然后安个家吧，这样想的。你那个鬼鬼祟祟的表情。你们坐起等我哈，我给你们烧完油茶来喝嘛。我的意思是你人不舒服，你都够休息，兄弟。没事，不管事，先感谢你们送我回来，不然那路上我都等了好久了，没车呀。你坐起休息啊，我喝不喝都无所谓啊。不管事，不管事。小狗，小狗，小狗，休息啊，你给我休息，我说认真的，我坐在外面休息下就行了。我这都好多了的。好多了。好多的。我不勉强你哈。你要那种说烧啊也可以，喝一碗，我真想喝一碗。要得。其实这位小兄弟啊，刚做完透析回家，胸腔还插着管子，我内心实在不忍心让他下厨，可我看得出来啊，在他骨子里啊就是质朴善良的人，绝不能亏待客人。我如果再强行推辞啊，反倒是伤了他的心。贵州遵义地区，像我们道真、雾川、梅潭，还有凤冈等一些地方啊，就是都会喝油茶。比如说家中来了客人啊，烧碗油茶喝啊，这是最基本的礼仪。这臭小子隔壁村的，跑到他家来一直不回家啊！我去，这个公鸡长得好漂亮，它带着母鸡到处跑啊。说实话，我好久没吃鸡了，但是我又想着这小兄弟人不舒服，让他做饭，你们肯定会骂我。你们那边姓啥子？这边都姓朱啊，这个在这。都姓朱啊？我叫朱边哥。好，兄弟。我说实话哈，也没得起疑的，我就感觉我听到你的那个身世啊，也太有点恼火了。方言说，其实也没啷个，就算父母死了，一个人也好好生活嘛，是吧？不能就不生活了噻。那你今后学业啷个办呢？我们现在都实习了嘛。实习我是实习不到的，然后就是喊学校领导就是写个申请那些，就是让我。就是免实习了嘛，相当于就是然后明年去毕业答辩嘛。你在贵阳读大学？贵阳。我去旁边找人问一下，要求证一下真伪啊。旁边村子里面的其他人问一下。贵州的夏天呐，非常值得来打卡，欢迎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来我们大贵州啊！哎，你好。我说想找你们了解哈，他们家事情。那个娃娃他大学还没毕业，他得尿毒症了。那个朱斌哦。对啊。他是孤儿啊。孤儿嘞？他爹没得事儿。他爷爷奶奶也是了。早我也是早的。那还有一个事啊，他得了那个尿毒症，他经济要啷个办呢？你说政府家养鸡了，给他泡个茶了。不用，
那个小伙子，我把他送上来，他跟我在烧油茶喝。哦，你所以说他又没得个可怜娃哈，又没得个姐，又没得个妹了。那个娃儿平时懂事不？那娃儿他不得罪人，他也不讨厌，他是反正都是，就是身体不好过，他一会儿就，这我们就跟人谈老实话。全的政府不是政府这句公司完了那个，一直是政府。跟他拖底哈。政府脱节了。我们这一个在这都是新租啊，都是请得起哈。都是一个工的，都是一个主人的。啊，谢谢你们，我了解的，还是。我做了会儿我了嘛。他烧油茶喝，我还是去喝2口啊，人家不能辜负人家了哈。那个都是啊，他对人这些很真心。啊，他对人那些很好啊，要得，感谢。好，好。呀，你没炒过油炒啊？没炒过，但是大概晓得啷个做的。呀，你还在看这本书啊？啊，这本书就是我看完的，现在想看第2遍。可以，这本书可以，我一直没时间看。哎，你咋了？哎，睡着的。你是哦，他睡着了。睡着了。你咋没睡过？啊，我试一下，你说那个还是有味道的。我爸爸以前那个做过的。哦，你老汉儿以前那个做？他以前也有那个吃。你们这不是我马上弄饭吃个饭呢再走嘛？那个我去街上去一趟，我回来。要得，我得先把饭整起嘛。啊，也可以嘛。我得慢慢弄饭嘛。好，你先忙。去街上买点东西啊，这小兄弟还是挺懂事的。我买了一些油、米、鸡蛋，就没有买那些喝的了，因为他的这个症状呢是不能喝那些的了啊。不需要。拿去。不用。还有一些菜，就吃顿饭就行了，不用。你提起嘛，你个人有没有拌庄稼？油米鸡蛋，有一些菜，走嘛，提进去嘛。太感谢。你要搞香肠不？没必要搞香肠啊。不用，这碗晾让我的，他也是今年特做的。哦，好嘛，好。我另外还给他准备了一些钱啊，这个一会儿给他。你还要择菜呀？我不是买的有一些菜吗？没必要了。他那个海椒上面。你自己种呀？那个天可能有辣条了哈。有啊。我之前上面看到的。那边有艾头斑呐、青竹片些没得？有啊。我靠，那有点吓人了。我上回在这边来看到一点窝草蛇。窝草蛇啊，这都是剧毒的啊！来到这样的深山里面，我跟你们讲啊，很多城里面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喜欢徒步嘛，到贵州啊，或者说西南山区啊，一定要注意。那个辣椒不辣哈，应该。中辣吧？中辣，那是茄子了嘛？啊，那边是茄子。那个还没有长得黑大一根家，海椒长得非常的小，不要那个的。啊，你工作应该是要找专业对口了哈。啊，没得要啊，没得人要啊。没人要。没得公司收，就是撂着人别人。周兄在家里啊种了些蔬菜，还能应付一下简单的生活。而未毕业的他，自是找不到什么工作。这接二连三的打击，的确有些捉襟见肘了。可他谈及自己的难处时，从来不显难过的神情，足以见得内心经过这么多磨难后，愈发坚定了。其实我有2句话想跟兄弟姐妹们讲，我不太想让你们给我冠一个什么大善人呐、好人的这么一个称谓，我觉得我受不起，因为我觉得我得来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的关注啊，都是我应该要去做了回馈给这个社会的，这是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给我一个什么善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个称谓，担不起。其次呢，就是我真没有收入很多，一条视频几十万点赞，可能收入就有十多万一条视频，没有那么夸张，就几千块钱，有时候我拿出去的入不敷出。毕竟这大半年没有什么商业行为了，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压力。但是呢，我相信啊，我挣得来，大家不要担心我。其次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啊，它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上，我结识了人才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你们说的大善人的举动啊。机缘吧，就像这些树木啊生长在这儿，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平时看的书还有点深度哦，你还看过哪些书？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写的。好，
你喜欢看文学之类的是吧？对，看起来之后精神得到满足，感觉。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你同学些知道你得病了呀哈？晓得呀，他们平常都联系些都得安慰我嘛。安慰你哈。因为他们也挺好的。以前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你自己会整饭吧？会啊。会啊。我爸他自从检查出癌症了，都一直让我做饭给他吃。好。我都没让他做饭。从小你都会整？可能10大岁吧。10大岁都会整。就慢慢的开始整嘛。哦。我并不是要刻意的去强化苦难，让大家内心显得沉重。在朱兄的经历看来，自幼没了爷爷奶奶，在成长的道路上，父母的相继离去，孤身一人的他，再到身患尿毒症，这都是一种莫大的打击与考验。我相信每一次面对苦难之时，这种剥皮抽筋的痛，有多少常人能在这样的痛苦中挺过来？可朱兄做到了，他面带微笑，坚定地给出了答案。尝尝你种的黄瓜。这个其实放在海椒面的话就更好吃。我尝尝这个茄子。这辣椒好香啊！自己种的有点辣味，带那种辣椒香。对对对，好香好香。就是这种虫鸣鸟叫的声音。农村的现在狼都好，就是蚊子多。哈，对，蚊子多。挺佩服你的。也还好，因为我已经不怕了。已经不怕了。那你当时最先查出来那个病的时候啊哈，你第一反应是啥子？崩溃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崩溃的。你回过头来想了哈，既然都得了，那就好好面对嘛，你不可能一直堕落噻。如果我要堕落，我妈死的时候，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可能就堕落了。但是我都坚强的走过来了。既然生病了哈，那就好好面对，好好治疗嘛。反正现在科技那个发达，是不是？可能要么1-2年啦，就万一就治好了的，是吧？对头。又可以去工作。生病之前了哈，你对未来的想法和你生病之后有没有改变？改变肯定是有的，就是没检查出这个病之前哈，我是想的是大学把计算机软考证考到嘛，像进企业公司去上班嘛那种。生病之后哈，我就想的是好好配合治疗嘛。我相信总有那一天，就是慢慢好起来呀，找个工作啊，然后安个家呀，就在农村慢慢的生活是可以的。你妈妈爸爸相继离开你后啊，就是你遇到那么多艰难的时刻，你是啷个走过来的？我妈是的哈，当时人生中应该是说是最堕落、最无助的时候，感觉那时候想起再也没得妈妈了，以后炒的菜也没得妈妈的味道了，一想到起心里面就有点很难受啊，就想哭那种。但是想起还有爸爸嘛，就和爸爸一路慢慢的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天不从人，后面爸爸也走了嘛。从小养我长大嘛，也不求我大富大贵啊东西。因为他们2个都认不到字，是吧？就希望我多认识点字，多读点书，大学出来找个好的工作啊。他们对我的期盼嘛，虽然他们也过世了，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我内心哈，我堕落，我自己是我本身是反抗的那种，就是我也不是啷个，反正我一堕落我就感觉很不舒服，相当于带着他们的希望，对，好好走下去，希望好好的活下去吧，好好的生活吧。你生病了之后啊，你都是一个人照顾自己嘛？都是自己照顾自己。那我问你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病了哈，按照现在的医疗条件，治到觉得没得希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不会。不会。既然生活得好好的，没必要放弃噻，是吧？对的。对的。我觉得的话，主要是看心态吧。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我感觉后面的困难没得我之前经历的困难苦，所以说我真的不怕，无所谓哈。真的不怕呀。我们贵州人嘛，有一句“要死不活卵朝天”，是不是？有没有让心愿和小小遗憾？遗憾的话就是之前我爸爸说想去天安门呐，然后他也没看过大海嘛。之前我还写了一首诗，就是关于我爸爸的，当时就写，相当于这个遗憾我也写在里面的，就是没有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五星红旗早上的时候升起来呀。那你自己想不想去啊？
肯定也想去啊，因为现在他们也离世了嘛，我自己也去了，相当于他们也看到了嘛。因为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哈，有很多跟你相似经历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也相信你哈，能够带着这些希望嘛，父母希望能够好好走下去。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心态，对那些同样身患那样困难病症的人说一些话？我感觉哈，生活都会慢慢变好的。你真的只要心态放好，啷都不怕呀，就那种。对的。该忌口的忌口嘛，平常吃清淡点，就这样。我希望就还没得病的健康人哈，少熬点夜。你那句忠告太重要了。你也警醒了我们工作嘛，有时候搞熬夜。真的要少熬夜，身体影响很大。对于同样身处困境那种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前行必有光，前行必有路。可以。我感觉这句话在我心中的影响挺大的。我妈死的时候哈，我当时是很堕落的，当时就是读初二了，准备升初三了嘛，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不想读了直接，但后面还是坚持读下去了嘛。就从15岁开始，我就开始心态啊和懂事啊，就稍微要高于同龄人。差不多是这种吧。以前的话，我也是经常和他们拌嘴儿啊，然后和他们烦起来，很后悔当初对他们做的某些争吵啊、举动啊，就感觉很后悔。他们在世就好好的珍惜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时光吧。反正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当初对我爸妈哈，对他又是吼啊，又是这样那样的，他也不管我这些，他还是该帮我找钱就帮我找钱，该养4条牛就养4条牛，该养4条猪就养4条猪，一个人往4条牛。他还要捞一根柴回家来，我往4个牛都费劲，更不要说再捞一根柴回来的。对的，老一辈的其实付出很多。回头一想的时候，真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的愧疚的，但是你愧疚也弥补不到了，是吧？我也并非要美化苦难，可朱兄的经历啊，也坚定地回答我内心追寻已久的答案。纵使万般皆苦海，他也要纵身一跃。在每一个暗夜里，那些孤独和痛苦不断地侵蚀着他的意志。可他只身一人，用行动告诉了我，带着父母的期望和意志，好好的活着。我给你照个相，留个纪念。可以，我可以洗出来送给你。我可以抱着你小平安印的照吗？可以啊，带些狗狗可以。来跟到那个哥哥一起照。蜗牛，来，滴，来准备，3、2、1。拍摄的时候，朱兄问我能不能抱着小狗。这只小狗叫平安，是他1个月前做完透析回家时，在一个桥洞下捡的。白色的狗狗也是不久前从外面跑到他家里来，然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老天爷啊，你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太过分了？用这样的方式来陪伴他，化解他的孤独。这2张照片啊，我觉得感觉非常好。为什么呢？你们看一下，有光，正如他说的那句话，你看一下，怎么样？非常的好看哦。可以吧？可以。这2张我拍的时候，我就是故意让你藏在光里面，光照进来的感觉。就像你所表达的那2句话，你还是个少年，加油！我也送那个东西去。是，什么东西？我送给你嘛。感谢。看过来翻得有点旧了。没得事的。我的有点脏口。当做是个纪念。我有个心意哈，那个你就收起。这个收起。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收好。不行，我这个。收好。这个太那个。收好。一个是你不是说要读书吗？你不是还要偷袭吗？你不是还有很多吗？一个是机缘巧合，第二个啊是我那个当哥呢还有点小事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愧疚，把那笔钱拿起照顾好自己。谢谢哥。我在路上也如果说有机会回贵州来，我也来。要得。我们都走了。要得哥。感谢你的特别礼物。这屋里有点脏了。我回去好好看嘛。要得。拜拜。拜拜哥。不用送，太阳那个晒，我们开车。照顾好自己哦。有啷困难你跟我讲。拜拜。
我们终其一生呢，都在修行，在这红尘之中修行，而朱兄正在度一场生死劫。不论结果如何，他说我都能接受。我们修的不是次次拿到一个好结果，而是身处这红尘中，纵使命运无常，万般刁难，而他依然向阳而生，温柔且坚定地走向心中的大道。